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你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风俗，但是一件事情上却出奇一致，爱喝茶。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的人，都特别喜欢喝茶，只是喝茶的种类不同罢了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虽然有些人特别喜欢喝茶，但是有的人对喝茶完全不感兴趣，因此有不少人比较好奇，喝茶与喝白开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一，人为什么要喝水？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要多喝水，不要等到渴了才想起喝水等等，但人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这个问题，相信很多人都还不清楚。说起一天需要喝多少水，还要从人一天会排多少尿说起。我们的尿液经过肾脏排出，肾小球每分钟过滤血液中约125毫升的水，这些过滤出来的液体是原尿，肾小管会将99%的原尿吸收回血液中，余下的废弃物才是人体排出的尿液。正常成年人每天会排出1.5升至1.8升的尿液，分4到6次排出，因此每天喝2升水，能够基本平衡我们体内的铁交换。如果是体力劳动比较大、出汗比较多的人群，应该适当增加喝水的量。水是人体必需的物质，也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天喝充足的水，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，以及血液输送营养物质的能力。多喝水还能减轻肾脏、心脏等重要器官的负担，减轻身体的疲劳感。此外，及时补充水分，还能使肌肤保湿。尤其是冬天，如果没有补充充足的水分，可能会发生皮肤皲裂。2，喝茶的好处还有很多。日常中除了饮料之外，很多人会选择喝茶或者喝白开水，因为身体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水分的供应。那么究竟是喝茶更健康，还是喝白开水更健康呢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以茶代水，通过喝茶来补充身体水分。其实喝茶的好处远不止补充水分。1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表明，喝茶习惯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有关。针对这一现象的原因，一项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上的研究指出的答案。自1998年来，收集了10万名中国成年人的健康数据，发现习惯性饮茶的人群有更明显的长寿倾向，而且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与不爱喝茶的人比延长了 1.41 年。另外，习惯性喝茶的人突发各种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也降低了 20%。2，有助于减肥。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发现，长期喝乌龙茶的人更容易保持体重，这是因为乌龙茶中含有咖啡因，能够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率，加速热量消耗。该研究发现，乌龙茶能够增加 20% 的脂肪分解率，而且在睡眠时仍然起效。3，降血脂。喝茶能够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，而这些正是形成血管脂肪堆积的罪魁祸首。有研究表明，茶多酚对人体的脂肪代谢有促进作用，不仅能够加速代谢掉体表的脂肪，血管内的脂肪也能够减少。4，慢性肾病。肾结石是最常见的慢性肾病之一，长期喝绿茶能够降低患肾结石的风险。一项研究中发现，绿茶中的草酸盐浓度是所有茶当中最低的，因此更不容易形成结石。5，抗氧化。茶叶中的关键成分是茶多酚，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，
能够降低血管氧化速度。早年间，一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研究表明，茶叶中的茶多酚物质包含一种黄酮类化合物，这种物质能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，还能扩张血管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。但是茶叶有多种好处，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完全替代水。喝茶还是需要适量，茶喝多了也会像醉酒一样引起茶醉，主要表现为破坏电解质平衡、损伤消化道等等。凡事都讲究适量才好，喝茶也是一样。首先，过量喝茶有危害。茶当中有一种茶碱的成分，进入人体之后的反应类似于咖啡因，会加速人体血液循环。过量摄取可能会产生心悸症状，严重时可能会头晕、失眠。其次，茶叶利尿，可能越喝越渴。很多人喝茶是为了解渴，殊不知可能会越喝越渴。因为茶叶含有能够加速新陈代谢的咖啡因，因此喝茶之后，尿液会以更快的速度形成，然后排出。这个过程中，身体会失去大量的水分，反而更加口渴了。3. 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哪个对身体更好？虽然茶水也是用开水冲泡而成，但是茶水比白开水多了很多成分，比如茶多酚、氨基酸、生物碱、糖类蛋白质、微量元素、咖啡因等等。这些成分对人体有一定的益处，比如可以提神、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等等。但是相较于茶水而言，白开水其实更适合用来给人体补充水分。这是因为茶水含有的咖啡因会刺激大脑神经，导致人体过于兴奋，而且茶水还有利尿的作用。如果光靠茶水补充人体水分的话，可能尿出来的水分要比补充的更多。因此喝茶与喝水各有各的好处，并不能一概而论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替饮用，每天喝点茶水，然后再喝点白开水，这样就能避免茶水带来的弊端，也能更好的让人体吸收茶水中的营养。茶水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喝的。比如患有消化道溃疡或缺铁性贫血的人最好不要喝，这是因为茶水在进入人体之后，会导致胃酸浓度变高，此时人体对铁和蛋白质等成分的吸收会变少许多。患有消化道溃疡或缺铁性贫血的人最好不要喝，不过一定要喝，量不能多，而且不要每天都喝。4. 如何正确喝水？喝水虽然是大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，但这并不代表大家喝水的方式就是正确的。正确的喝水方式要做对3点：喝水够勤，一天喝水的量要够，以及喝水的速度要慢。1. 喝水要勤。有些人每次喝水都会等到口渴之后才喝水，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。等到人体感觉口渴之后再喝水，此时人体已经严重缺水，对很多器官和组织都已经产生不利的影响。所以不要等到口渴之后再喝水，一定要勤喝水，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，也不要过于频繁，每隔半小时喝几口即可。2. 喝水速度要慢，喝水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大量喝，这样会导致身体受伤害，严重可能还会造成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问题。喝水时要慢，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如果大口喝水，可能会导致血液流速变快，从而加重病情。因此喝水和吃饭一样，都要慢才行。3. 每天的喝水量要够，每天不光要喝水，而且喝水的量一定要够才行。正常来说，一个成年人每天喝水的量应该保持在1500毫升至1700毫升之间。若是夏季出汗多，只要增加喝水量，比如增加1000毫升左右，不要太多，不然会加重器官的负担，尤其是肾脏的负担。别看喝水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
但其实这其中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，如果不懂的话，就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。比如喝茶虽然比喝白开水更好，但如果只喝茶水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所以还需白开水和茶水交替喝，而且每天喝水要够量，且间隔时间不能太长，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去喝水。最重要的是喝水要慢，不要咕嘟咕嘟一口全喝下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下面这些人群最好减少喝茶的量，或者不喝茶。患有缺铁性贫血、心动过速等基础疾病的人群、孕妇、幼儿等人群都不适宜喝太多茶。很多人都喜欢饭后泡一壶茶，惬意又解腻。喝茶虽然好，但也不能贪杯。生活中最好的补充水分的方式还是喝白开水。一个成年人每天最好喝2升以上的水，来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